提到买东西，我们最常用的句子是多少钱？今天我讲在中国买东西的现状。我描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会介绍一些我觉得有必要强调的词。我想和您分享一些中文的日常用语。冒牌和平替。提到中国制造，以前我会想到便宜、冒牌货。冒牌货这个词很古老了，把这个词拆开就是仿冒、名牌，货就是商品的意思。现在我们喜欢说平替，但是这个词更隐晦一些，字面的意思是平行的替代品。比如有人分享了一个东西，就可能有人在下面评论说，这个有平替吗？再比如和朋友逛街，看到有个艺术家设计的漂亮桌子，我回来后逛淘宝，竟然看见一个差不多的，我就会转发给朋友，给他说，你看这个桌子，我找到一个平替。找到一个平替。有些东西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看起来是平替，其实平替不了。贵的东西除了贵没毛病，便宜的东西除了便宜没好处。没毛病就是没问题。比如一个人说了什么道理或见解，我觉得很同意，就说没毛病。再比如我觉得有个人冒犯了我，就会说你有毛病啊。可以平替。在这两个句子里，毛病就是问题的平替。还比如有人说空气炸锅可以平替烤箱，我觉得不太行，只能平替一小部分功能。还有人说坐牢的平替就是上班，如果坐牢有平替，那就是上班。如果就这个句型我之前说过，这个视频里面讲了生活里的连词。坐牢的平替是上班，我同意一部分，因为都很痛苦，但是上班有钱赚呀。为什么便宜？中国人多，尤其是像这种日常用品、小商品，生产和消耗在内部就能完成。价格低的主要原因是规模经济。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会把手伸到传统的商品销售领域。互联网公司触达用户比传统的销售流程更有效、更快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商品的品质有保证，而且价格便宜。中国制造之所以便宜，除了我刚才提到的销售路径缩短之外呢，厂商其实自己也很努力。比如网友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，也会在网上和厂家互动。看，压力给到你了，把价格打下来。把价格打下来，用户说的是要性价比。性价比这个意思呢，是要便宜，还要质量好。通畅有效的用户反馈渠道，再加上厂家重视用户的意见，有回应也有动作，这也使得商品的销量好，从而进一步降低价格。打字的日常用法，我刚才说的把价格打下来，打这个词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常用，因为特别传神，就是这个打。比如打游戏，我们不是说玩游戏，我们说打游戏。他超级爱打游戏，每天都在打游戏。我不爱打游戏。有些公司是需要拿一张自己的纸片，或者是工牌，或者打开手机的软件，在门禁那儿滴一下，就会记录上下班的时间。打卡，这个就是最常用的说法。哦，今天忘记打卡了，今天忘记打卡了，下班帮我打个卡行吗？
还有比如去哪玩，尤其是那种网红宣传的地方，就会说来打卡。这个词的意思是必须要去的景点或餐厅，就类似于上班的流程，打卡。还有打交道，交道就是人际交往。我不喜欢打交道，他还挺会打交道的。别跟他打交道，别跟他打交道，意思就是不要跟他玩儿。如果生病了，在日常生活里面会说打针、打点滴，打就是注射的意思。坐出租车我们也会说打车。今天限号，我打车来的。打车来的。晚高峰不好打车呀。不好打车，意思是不容易打到车。打什么也别打价格战，意思是恶性竞争，降低商品的售价来挤走竞争对手。我楼下那2家超市在打价格战，家里油快用完了，下班了我去看看。打价格战。令人发指的智商税。商家会编个故事或做个图来骗人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，令人发指。令人发指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气到头发都立起来了，让人非常愤怒。立起来这个词在生活里面会用在，比如看到什么恶性的社会事件，就会表达自己的情绪，说哇，简直令人发指。令人发指。再说一个例子，比如在某个电商的平台有2块钱一双的拖鞋，怎么会有人买2块钱的拖鞋？我看到网友后来在网上发，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其实是玩具来的，不能穿，只有这么小，烦死了！你觉得合理吗？2块钱的拖鞋你就信啦？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智商税。智商税，比如我相信了别人在视频里面推荐的商品，买回来发现其实并不好用，我就会说，哇，我又交智商税了。我又交智商税了。如果好朋友分享了一个商品链接给我，我怀疑这个商品可能没有他描述的效果，我就会跟他说，这个是不是智商税啊？是不是智商税？智商税，缺乏判断的能力就是低智商的表现。由于这些低智商的表现，花了钱，这些钱呀就被认为是缴了低智商税。网购的时候千万要擦亮眼睛。今天我讲了平替就是冒牌货，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？还有令人发指的智商税。中国制造，我觉得是一个让人既羞愧又骄傲的词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并接纳它吧。你觉得中国制造怎么样呢？拜拜。